瑞秋盖蒂没想到叶晨竟然说走就走，而自己那个倒霉男朋友现在还在忙着去给史蒂夫跑腿，去唐人街买东西。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叶晨实在有些过于傲慢，完全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可是转念一想，叶晨傲慢也有傲慢的资格，史蒂夫都被他呼来喝去的，更何况罗伯特那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小透明。史蒂夫早就习惯了叶晨的随性，听闻叶晨要走，也是赶紧恭敬地问：您不吃点东西再走？罗伯特那小子估计还要半小时再回来，您要是懒得搭理他，我直接让后厨上菜，您二位先吃。叶晨摆摆手微笑道：不吃了，改天再聚吧，过几天我们去哈佛，到时候可以去东海岸再聚一聚。史蒂夫连忙笑着说：没问题，那我在东海岸等着您。叶晨站起身来，对史蒂夫和瑞秋说道：你们稍后可以慢慢吃，瑞秋，你记得要给我留出足够的时间窗口。我什么时候到迈阿密，你们这顿饭什么时候结束？瑞秋自然明白叶晨的用意，他跟史蒂夫一起吃饭，这件事左军都督府一定非常重视，只要自己返回寝室，必定第一时间询问细节。如果自己按照叶晨要求透露出油价即将大涨的讯息，那对方很可能立刻就会动身前往盖蒂家族，搞不好叶晨人还没到迈阿密，千世就已经到了，到时候怕是要擦肩而过。最稳妥的办法就是等叶晨到了迈阿密之后，自己再回去。于是他立刻恭敬地说：陈先生您放心，我等您的消息。叶晨又叮嘱史蒂夫说：跟罗伯特多聊聊，最好让他多喝几杯，喝得晕3到4，总之不要让他起疑心。史蒂夫笑着说道：您放心，这点小事儿包在我身上。抛开叶晨不聊，史蒂夫绝对是干大事的人，效率、觉悟、执行力都没得说。他立刻就为叶晨安排好了专机，飞机在最短的时间内起飞前往迈阿密，同时迈阿密机场那边也已经安排好了车辆供叶晨落地后使用，他这边落地就可以直接从机库驾驶准备好的车辆离开，而盖蒂家族的所有资料也在叶晨与林婉儿去机场的路上汇总到了叶晨的手中。盖蒂家族作为历史悠久的老家族，曾经也十分风光过，只是这些年管理者水平有限，渐渐落了下乘。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盖蒂家族目前至少还有几百亿美金的资产规模，而他们深耕多年的石油产业，每年也能给他们带来10几亿美金的利润。论身价，肯定比不上硅谷那些新兴产业的富豪们。硅谷随便拿一个有头有脸的富豪出来，身价也比整个盖蒂家族还要高。不过，传统实体行业和新兴行业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虽然缺乏想象空间，市盈率提不上去，但胜在每一分资产都是实打实的，收入相对稳定。这就好像一个面粉厂老板身价1000万美元，另一个币圈的大散户身价1亿美元，前者的生意抗风险能力极强，后者可能明天睁开眼就一无所有。盖蒂家族恰好就是前者，虽然这些年没机会出什么风头，影响力也越来越低，但日子过得倒也舒坦。不过，盖蒂家族的掌舵者却不甘心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他们也在迫切地寻找机会让自己的家族更上一层楼，而瑞秋·盖蒂无疑就成了他们心中的希望。毕竟他可是在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直系成员谈恋爱，这要是真结了婚，凭借着罗斯柴尔德亲家的招牌，盖蒂家族肯定也能更上一层楼。原本盖蒂的父母在盖蒂家族这一脉，就像罗伯特这一脉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一样尴尬，很快就会成为旁系家族。但凭借着瑞秋和罗伯特恋情的公开，
瑞秋的父母在家族中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大有将来成为家族继承人的趋势。瑞秋的母亲虽然是书生，但她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私心。她不但希望自己书生这一脉能够在破亲会越来越好，也希望丈夫这一脉能够在盖蒂家族越来越强。如此一来，瑞秋的地位也会随之提升，两个身份都强大，将来的话语权自然也强了很多。如果一旦贡献度足够，瑞秋的下一代或许就不用再做书生了。正因为有这层希望，所以当他知道今晚瑞秋要跟史蒂夫·罗斯柴尔德一起吃饭的时候，就立刻把这个消息汇报给了左军都督府，同时也同步给了盖蒂家族。左军都督府自然兴奋不已，自己麾下的书生能够渗透到罗斯柴尔德家族，这基本就代表着自家的书生在凡人这一层面的渗透已经到顶了。盖蒂家族也很激动，这还没过门呢，就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二把手一起吃饭了。过了门还了得，盖蒂家族看来也是有机会起飞了。盖蒂的父亲大卫盖蒂此时在家中兴奋难耐，只等着女儿结束与史蒂夫的晚餐之后，赶紧把今晚发生的一切事无巨细地告诉自己。瑞秋的母亲也在等着瑞秋的信息，一般这种情况，她会把不适合告诉丈夫的事情通过信息传递给自己。同样在等消息的还有左军都督府的大都督吴永镇。上一次吴飞燕亲临美利坚，就曾经向他提出过要求，一定要想办法将书生送进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个时候虽然他已经有所布局，但还不曾开花结果。现在终于也到了自己在吴飞燕面前扬眉吐气的时候了。就在三方都焦急等待瑞秋反馈的时候，叶晨和林婉儿乘坐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飞机，悄悄抵达了美利坚的南部边陲迈阿密。迈阿密在美利坚的存在感并不算高，名气远不如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这种大城市，但这个地方其实才是美利坚真正的奢华天堂。与纽约和洛杉矶的顶级富豪不同的是，纽约和洛杉矶的富豪生活在这两座城市是为了不耽误赚钱，而迈阿密的富豪生活在这里大都是早就躺平了。这地方在美利坚的最南部沿海，是美利坚唯一的热带气候城市。相比美国其他地方，这里几乎没有四季，常年平均气温25度上下，就是美利坚富人本土玩海、玩岛、玩游艇的最佳选择。所以其顶奢消费的水平就像是美利坚顶奢中的爱马仕。该怎么具体精准地描述这个城市呢？简单直接一句话，这地方就等于华夏的三亚。这城市跟华夏的三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同样是巨大国土面积国家中唯一的热带沿海城市，同样是全国富人玩海的最佳选择，同样是全国顶尖富豪本土重奢消费的集中区。所以俩城市在各自国家的地位、定位也都几乎一模一样。不过迈阿密的奢靡程度更胜几筹，而且这地方跟南美加勒比海挨着，热情的古巴移民背着游泳圈都能游到这里，离哥伦比亚这种违禁品大国也不远，大毒枭们也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桥头堡。所以这里的混乱程度在整个美利坚也是数一数二，超出常人预料。左军都督府现阶段的驻地就在这里，之所以选择这里，一方面是因为这里实在是奢靡的令人流连忘返，另一方面也是这里实在是鱼龙混杂，而且要是在这里惹了麻烦，那真是四面八方哪都能跑。往西去墨西哥，往东去非洲大陆，往南是古巴、哥伦比亚、巴西这种治安状况非同一般的地方。在治安好的国家，一个逃犯可能都无处藏身，但是在神奇的南美，就是一个集团军也能藏得滴水不漏。